哇哦，停！观众要我学会用保龄球的曲球解开花的技术球，而且我还要挑战在1周内达成。这集还会揭秘保龄球这个职业到底能赚多少钱，然后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代价？师徒之战，赌上频道的厮杀。嗨，我是六子渊。这个系列我将亲自示范，挑战1周内学会一个新技能。这集就是要学会用保龄球的曲球去解技术球。那保龄球的曲球，简单来说就是会转弯的保龄球，它也是世界上最多职业选手所使用的一种球路哦，然后也是最难学会的一种球路。那球在进行的过程中会呈现逆水平的方向旋转，然后到球到3/4的时候，球就会转弯，然后进而打中球瓶。那这个破坏力极大，比起直球直折过去，它可以从斜45度这样破坏球瓶。那什么是技术球呢？就是每回合击出保龄球后，如果有剩余的残瓶，你都有1次的机会，透过策略或者是技术，想办法清空场上的残瓶。那越难解的残瓶形式，就越称得上技术球哦。那我们来介绍今天这位保龄球达人。那站在我旁边的是我邀请来的保龄球国手，他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滚滚猪公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滚滚猪公的台主季在行。哇，台主啊，这个曲球难不难啊？3个月可以达到那个弧度是蛮稳定的，然后大概半年就开始成绩会慢慢的往上走。3个月、半年不行，我们这个1周内要学会。而且你不单要学会，你还要解到花，才完成了观众朋友的挑战。没错，就试试看，好好练了。那我们就练起来。我们就直接示范一颗曲球给大家看。哦，好。哇，全倒哎！开始兴奋了，那我们就来学学看要如何打曲球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还是要先挑一颗你合手的球。挑球1，挑选适合的重量；2，球洞需符合掌距；3，掌心朝上持球，没有缝隙为主。直球的打法是我们的手掌朝前，永远的朝前，朝向我们要的目标。哦，这是直球。飞碟球的话，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把手掌盖下来，所以是。这样是飞碟球。曲球其实有很多的打法，那曲球最好学的打法呢，就是很像乒乓球的那种感觉，像直球一样，从旁边翻到一半45度角的时候，你把它这样切起来。哇 ，OK， 所以这很像那个桌球的那种感觉，在最后一刻切的，对。对。对，有点感觉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变速感，变速越大，你的转速就会越高，弧度也会越漂亮。那我们训练第1天的目标是以击拳倒为主，因为击拳倒比解技术球还要简单。什么？还真的切回棚内了？我原本以为在画面的左上角偷懒不会有人发现啊。看来通告费没那么好混啊。那我们要继续主持这个节目吗？看我干嘛？我像是会做事的人嘛。我一个人主持的话，那我要2倍的通告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继续看看66有没有办法成功学会曲球吧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。有一点点，这个很明显就是翻过头。我发现我没有那个力气转侧面它其实是因为我们要向地板借力量。对，你要把每一个球路打好呢，它其实基本动作是我们的倒数第2步是球在后面。对，然后重心也在后面。那随着我们的左脚踩下来之后，它会有一个想要起来的力量。对，我起来的力量同步才可以切得到球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只用手的力量就会很吃力，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全身的协调性，踩住你的身体想起来的时候，顺势的把球带起来。对，这样的话你的手就不会负担那么大。第1天的练习，在台主 Ricky 的细心指导下。66能够透过不断训练，顺利完成第1天的目标击拳倒吗？那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，顺便来听听保龄球的业界秘辛。首先来听听看当保龄球国手的难度。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选拔赛模式。如果你对你的保龄球是有信心的，你就可以参加协会的选拔赛。你只要可以打到前6名，你就可以当选中华民国的保龄球国手。不论有多少人参加，只要你选上了，那你就是国手。不错哦，这球不错哦。今天的目标会在这边终结吗？纹风不动。
可以。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诀窍，就是开枪，刚好可以瞄要瞄的地方。找到诀窍后的66，又经过了几次的练习，随后有了。漂亮，强，下班了。哇，看起来真的不容易耶。你觉得我们学得起来吗？好了，我们达成了今天的这个小目标，就是打一个漂亮的拳导。拳导，因为拳导比技术球还要简单，一局可能会有很多个拳导，但是要捡到技术球，这就真的需要难上加难。辛苦今天这个台主陪我练了那么久啊。对，其实66真的很认真，这次没有特效就很累了哦。没错。那我们有约了别的球馆嘛，我们就来拼一下技术球，有没有办法？耶！那么快吗？我觉得应该只能还是练球吧。还是练球是不是？没关系，就看看你能不能过关。OK， 看可不可以蒙到。刚刚那个台主在我手指上面画了两个记号。对，就是我们要帮66打造他专属的球，哇，有可能可以打得比较好。这么好？所以我可以找个台阶下，是可以挂在球。就是对，今天可能是因为球不太好。哇，我第一天结束了，那我学会如何让那个球转弯啊。那其实也可以帮大家再复习一下，让球可以转弯，其实就是要让它有2种力道。第一种就是我们甩出去的这个直球，第二个就是我让这个球再加上侧旋的力道。所以等到它直球的这个力道结束之后，它就会剩下这个转弯的力道，就会中途转弯过去击倒球瓶。第一天真的是丢了非常多局啊，我丢了快5-6个小时吧，大概有快12局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，一局就是要丢10回合，那每一回合可能可以丢2次，所以我至少丢了200多颗球啊。那我觉得我手快废掉了，好险第一天有努力让球可以转弯，然后去尝试击拳倒，所以第一天就有这样的成果，可以小小秀给大家看。哇，我们现在在17 Play 的新庄馆，这是我们第2天的挑战。现在如果0到100分，我的阶段大概是几分？你的阶段的话，我觉得有没有个100的话，那满分要修正到1000。好。OK， 只有10%的功力而已啊。对，但是有一点点看到那个样子。哎呦，对，所以今天再赶紧抓紧练习，看看能不能把那个手感把它稳定下来。OK， 虽然技巧有点掌握，但是因为武器不对，所以会有一点点不容易上手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换了一个6指渊专属的武器，就是你上次帮我量那个。对，没错。我有一颗自己的球了。对，专属的保龄球。天哪！有点卡，这正常吗？对，就其实我们的球会。哈，所以这个洞应该是你放得进去，但是你不会容易把它甩掉。对，有没有感觉？这个几磅啊？11磅，一样11磅。对，我觉得轻很多球孔的话，合适大小，你会拿起来会觉得特别轻松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挑战靠曲球去解技术球嘛？那前提呢是你要能够让你的球可以稳定的旋转。好，先稳定旋转。那我们就试试看开练。第2天的练习。66主要以曲球稳定度的训练为主，在丢了这么多颗后，第3天会成功的蜕变吗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那我就来问一个很世俗的问题啊，就是要怎么样透过保龄球这个职业赚钱呢？我是成为国手之后，我就可以有月薪拿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基本上保龄球在台湾它是没有职业的，所以基本上它很难以为生。它比较多的奖金呢，就是你当选国手之后出去可以夺牌，那夺牌的话就是比照国光奖章来去得到你的奖金啊。保龄球的话，它的最高层级现在是亚运项目，对，所以亚运项目应该是300万。300万，对 ，OK。那银牌应该是150跟铜牌90。你能够达到奖金的话，那换算起来，那可能这几年的薪水会比稳扎稳打去上班来得好。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陪绑的那些。好，今天又打了大概13局左右，对，真的13局，有累到吗？有一个想学的心情，就是会想要不放弃，就是想要看什么可以下一球就成功这样。就我觉得，你真的这个技能算是今天有确定把它点燃，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运动技能啊，所以稳定度一定是不会那么好的，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。对，但是人家可能真的要花超过一个月、3个月的时间，但是你试着要在1个礼拜内学会，就必须得比较拼。对，那。非常期待，希望我们的计划可以成功。好，哇，
专属我的球哎。那这一颗球上面可以很明显看到有其他之前被挖动过的痕迹。那当然也不用给我全新的，它就是说这一颗是非常专业的球，里面有特殊的轴心，让它比较好打出曲球。那丢曲球其实要用比较重的磅数哦。我那个时候第一天拿球馆里面的公球，其实我是举不太动的。然后我一直想说可能是我力气不够，但台主帮我钻了一个符合我手的大小的这个球之后，我发现其实就拿得起来了。第二天也是一直丢一直丢，丢了也是10几局，这2天都是学了5、6个小时吧，反正就是一直想尽办法丢出好的曲球。但是 Ricky 看我的状态，觉得我每次丢出去的球都还不太稳定。第2天的目标有点像是让我的曲球再更稳定一点，所以没错，我们还得挑战第3天的学习。哇，我们来到第3天，那我们现在人在汐止的世域保龄球馆。我们今天的进度就是要挑战曲球，解到技术球了。对，看可不可以今天真的把这个任务终结掉啊？对，真的已经花了那么长的时间练习。对，我觉得今天是很有机会可以解到的。虽然我今天其实上次丢太多，有一点手腕有点痛所以上次真的有累到的，真的有累到。我手真的是打到快不行了，但因为台主也在旁边花时间教我，然后我不好意思讲，你知道，所以我只好他每次问我说，还行吗？还行吗？我只能说，还行。但其实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会设定我们想要挑战的技术球，然后让职员一直的去挑战它，这样就非常有效率了。技术球的话，基本上是1号瓶只要在，它就不算技术球。只要没有1号瓶就算技术球。只要没有1号瓶就算是技术球。那现在留下的是5号跟7号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哇，不愧是台主。那据说技术球最难的是7号跟10号，最左跟最右，这你要怎么解？你球可能就只能打其中一根嘛，它球瓶是很难弹飞打到另外一个球瓶的。那世界上可能也没几个人有办法解出来，好像就只有国外日本人还是哪一国人刚好丢出去有解到，然后又刚好被摄影机拍下来。今天穿上这个滚滚珠光的球衣，觉得自己好像变强了。真的哦，装备对了，然后有自己的球，今天应该打得不差啊。于是如此口出狂言的66。好，因为刚刚那个技术球有点难度啊。对，难度太高了，就连你也丢了好几次。我下水，好吧，那没关系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要完成用曲球解到技术球嘛。对。那我们先来一个最容易解到的技术球好了。所以刚刚是5-7，现在变2-7，再近一点。对，2-7的话，我们曲球用扫的就很容易中。OK， 那你试试看。好，没想到在降了一点难度后的66。完蛋！耶！好，下班。没有，这太简单了。好，那我拍这一集，我当然也可以选简单的技术球，但你们可能就觉得没什么看头嘛，所以我们就挑战相对难的7号跟10号球瓶之外，还有一个4号的球瓶，这个也是很难，但就是相对比较有机会解起来。我主要就是要瞄准4号跟7号球瓶，然后看有没有办法让4号球瓶去击中10号球瓶，反正就是一直丢就对了。然后我其实还有跟台主 Ricky 下赌注，看谁先解到球瓶。如果我比他还要先解到，那我就单挑赢国手了。那 Ricky 在滚滚珠空的这个频道，就归我所属。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刺激哦！我们来看看谁会先解到这个球瓶。我赌10块，66会输到脱裤子。不要再给我了，吃吧。那我们继续看吧。究竟滚滚珠公的频道可不可以让给我呢？就看这个。大家都很多爱看不看的啊。被丢球刚才就收起来了。保龄球它有没有什么一些代价？就是你长期这样训练之后，你身体会不会有一些警讯？自己本身不是说体育班出来的，我就是一般的素人，很多时候基础的观念就不够好，就是我们就会忽略了热身跟收操。长期练下来之后，你会发觉你的右手跟左手是非常不平衡，惯用手可能会异常的粗壮，对，然后另外一边是比较瘦弱，都用不到。对，可能我们打球在乎的是往前的力量，但是我们的背肌才是我们的平衡，然后大腿的前侧跟屁股的后侧，这些都去练好平衡之后，就会大幅的降低受伤的风险。
究竟这球会不会让滚滚猪公的频道失手？到底是台主成功守住自己的频道，还是66成功掠夺？哇塞！挑战成功！来，大家都以为我是来学保龄球的，不是啊！滚滚猪公的频道才是我的目的啊！我真的看了都激动了。对，刚不是说我加起来也可以拍一集吗？对，我相机都还没拿出来，脚上才打开而已。刚我们不知道打了几球了，然后我想说，我们这样对决是不是你那边也可以拍一集？其实你今天如果机器够多的话，你那边也可以有一集啊，就是台主跟6子渊对决。好，马上架起来。你可以趁我在架机器的时候把我干掉。好。他这是故意把我支开。好，不过我看到真的很漂亮。这个球其实真的很难打，因为它只有一个很薄的点。对。它其实薄了之后呢，它过去其实是相对不太有力，所以要撞倒就是像你刚刚那样很巧妙点到它。那你身为师傅有没有感动那种心得？真的说实在，我觉得子渊说他1个礼拜要学会用曲球解气。一开始你以为不可能，其实正常来讲就是不可能。就是不可能。对，但是我就跟他讲说，你要玩真的吗？没有特效哦，玩真的，玩真的。对，但今天刚刚看到你在解武器的时候，反而那个你不擅长，但这个最难的应该是适合你现在的程度。对，结果想不到你比我更早完成。非常感谢，就是这几天滚猪公还开车带我到汐止那么远的地方。对，就是我们这次特训就故意选的3间不一样的球馆。我自己也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我想说你自己也非常佩服自己也有一点佩服自己，也有一点。对。那在 Ricky 师傅的见证下，我们就任务挑战成功。那为了答谢师傅，就来宣传保龄球的教练课吧。OK， 我们报名滚滚猪公的教练课的话，我们其实是有做体验课的性质。你可以花个几百块，就先跟教练约个1个小时，教练会针对于你目前的球技做一个简单的分析，就包括你的基本姿势、你的站姿你的摆荡、你的手脚的步伐、出手的技巧，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可能后面没有报教练课，你也可以比较有方向说，其实我哪个地方做的是比较好的，哪个地方是比较不好的，我可以自己再去强化或研究。那真的是还蛮充足的，就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尝试看看。那连结就在这边，大家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 还是什么的。好，大家都知道日本有一位天才女艺人叫深川葵，她能够在6小时内学会各种技能，但你看完还是会觉得这件事距离你很遥远，因为你会觉得她是天才嘛。那我是天才吗？我特效学了快10年，由此可知我只是一般人，但是我肯努力。如果今天我要尝试新的技能，我也是得从头慢慢的学起，我做得到，相信你一定也可以。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企划呢？我出过了一本热销破万本的书，叫《你的梦想可能有点风险》，它其实就是帮助青少年性向探索、自主学习、风险评估，所以其实有点像是身体力行啊，证明给大家看，只要有心，一定可以学会任何事情，然后也让大家窥探不同产业的优缺点。所以如果喜欢这个系列，想看我学会其他技能，请在下方留言，想看66学会怎么样，只要这个目标有范围、阶段性，或者是可以表演，我就会在1周之内学会给你看。所以比较不要说什么想要看66学会日语，或者是学会讲英文这种范围太大了，至少要缩小一点范围，比如说学会用日文讲脱口秀啊，或者是学会用英文点餐，像这种比较可以表演给大家看的目标，就会比较能够变成一个挑战好，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台湾综艺字卡，让你变成自媒体剪辑大师，还在烦恼字型、特效、配乐吗？我们集结台湾专业动画师与音效师，共同打造台湾综艺字卡，精心制作超多组形容词、情绪词、状声词，每个都做好动画，配好音效，让你早点收工，点阅跟着冲。想掌握观众眼睛，就快掌握台湾综艺字卡。